大家好，我是永远不爱你们的梁欢，欢迎来到精酿更新的第二期。这一期我们来做的这个是即兴采样，我们直接来开始听这首歌啊。OK， 这就是我做的最近上一张专辑的一首歌，然后它其实稍微有点鬼数有点多。它整体是怎么做呢？就是我其实只采样了一样乐器啊，就是吉他，其他的都是那个什么的。我可以大概给大家模拟一下，乐手，就是我在录音之前乐手听到的版本。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算是比较这个正常的一首 electronic， 也没有这声儿，也没有这声儿。这轨我当时也没给他。其实大概意思就是你要给他一个有一些元素的东西。我刚开始尝试这种即兴录音的这种手法的时候，其实走了很多弯路，就是也是想尝试各式各样的可能性。就给乐手曾经就是啥也不给，就只给了一个那个点儿 BPM 的点儿节拍器，别的啥都没给。那就导致录出来的东西不太理想，不太可用。然后后来我就逐渐就分析出了一个自己的办法，
然后就整个这个即兴录音神功的秘籍，我给你分开讲一下。第一条就是你要编好轨道之外，就是你要预录轨道之外的至少2轨，这2轨有一轨你要确定节奏，有一轨你要确定和声。对，就比如说你就算不确定和声的话，你至少也要确定一个调式。对，这个就是一个声音小调，然后节奏你给了鼓点了，它肯定就有了。然后你录前呢，第2条就是你录前要准备好一个动机，这个动机是1到4小节，而且你不要率先给出。为什么呢？是因为乐手坐在那儿了以后啊，你告诉他说你随便弹，然后就懵了，一定会懵的，就多好的乐手都会懵的，因为就是此前他的工作的流程里面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所以他脑子里会瞬间涌入无数多的想法和动机，然后他一下往往他找不准，因为乐手他通常不是编曲，对吧？他通常找不准，而你只要给他一个东西，他就是那个东西弹，他能给你弹半小时。所以你提前准备好一个动机，1个小节也好，4个小节也好，就是短一点长一点都没关系，但是你别率先给出来，你给出来了以后，他就按照你这个前边这几个音开始走了，往后他就是这个东西就限定住他了。如果他完全有可能就是你在没给出的时候，他就给了一个特别好的这么一条录音。我这首歌我其实提前给出的动机是这4个音。这就是我提前准备的全部的东西，我就给他准备了一个就是哒哒哒哒，就这4个音，没有那个哒哒。好，我们那个进入到让乐手比较尴尬的那个阶段了，就是我们要观看乐手的原始录音了啊。他这个乐手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乐手叫梁子。他是那个一个爵士乐的乐手，他多数时候在进行的是一些爵士乐的现场的演出。他是有一个爵士乐的一个老大哥叫金佛，就是当年跟做那个 ADO 就是崔健那帮人他们的一起玩的一个，当时给崔健编曲什么的吧。就是崔健的那个老兄弟吧，叫金佛，他后来就自己在玩爵士乐嘛。然后这个吉他手是金佛现场的，就是乐队的吉他手，然后找他录音，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所以其实你尤其这种不是很熟悉的乐手，你需要在第一次录音的时候，你要瞬间判断出他的风格、喜好、取向来，然后再给出他相应的那个调整方向。然后这个乐手的风格就是我们先听一下吧，我们先听一下他录了大概7、8条。OK， 这是他录的第1条。你也不难发现，第一就是手上相对没有那么干净，这很正常，因为绝大多数乐手100%的乐手在录音室里边，他的录出来的东西，你完了都是后期需要给他大量的进行修整的。所以就是你正常听的话，它原始的声音是就是各种滋滋啦啦的，然后有手上不干净的地方，包括有一些音色不够好的地方，你要帮他修的。然后再往下听下一条。扫节奏的典型的 funk 的扫法，就是这种你碰见了就肯定知道绝对用得上，就是铺底的扫节奏。然后我就开始了漫长他的虐待他的让他就随性 solo 的过程。有一条特好，
有一条我完全没用，但是特别好的，就是弹了一会儿以后，他已经完全没想法了。我说你就照着你最爵士的那个方向，你平时演出的方向弹，弹了个特爵士的，发现果然完全用不上。不是这条，不是这条，这一条就，大概录到这儿的时候，我其实大概对他的风格就有判断了。首先，你听这几个音啊，这种声是绝对不会出现在我的歌里的，因为它太老了，太土气了。特别像那个中国老一辈玩布鲁斯的人会做出来的音乐的这种东西，这是绝对不会出现在我的音乐里的。所以这一条后面我记得这条里好像用了一点点东西。然后我们再往后听啊，再往后听下一条。这一段是我让他录的多种扫弦方式，后来好像这些都只有一个音用上了，我记得。我们再往后听这一段 solo。就是那个大家大概也听出来了啊，就是首先就是没有逻辑，这很正常，非常正常。他第一次听那歌，然后他现场开始现弹，他风格非常明确，但是就是他不会有任何逻辑，他就着音乐，跟这段就感觉跟你说话一样，你有了一个新想法，这段话的后半句你就不说了，直接跳到下一个想法里去了。然后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节奏非常不好，就是那个点儿啊，就是如果你开一个 click 搭着这个节奏听，你会发现节奏非常不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因为它弹的难度大了，它自然节奏就会不稳定。对梁子来说尤其是如此，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现场乐手。这种现场乐手他很少去录音棚里进行唱片的录制，唱片的录制是需要追求准确，然后多次的磕，就是一首歌反复的在棚里反复的录。然后梁子呢，就是他平时的录音经验较之他的演出经验是少的，然后演出的时候呢，对于节奏的精准其实要求很低的，尤其是爵士乐，你稍微快点稍微慢点有些点儿不准，就是一个是大家可以互相将就，再一个就是你稍微的不准，大家还觉得哎这块是不是 lay back 了一点，而且观众大概率其实就算你从一个不准慢慢找到准上，这个过程中观众大概率是没有感觉的，就是能听出节奏的来，基本上都得是到或者是你专业的鼓手、乐手，或者你到制作人了，对。基本上是这样的，优秀的爵士乐手可能记不住自己的节奏和谱，对的，是的，多数都记不住吧，尤其是你现场即兴的话，这怎么可能有记忆呢？对吧？然后再往下听。这就是显著的不知道该弹啥了的时候就开始行进，对吧？像那个贝斯手也会有类似的套路行进一样，吉他手也开始行进。我记得这一条里有一小点后来用了。呀，这一段我听到的时候，很喜欢，但是
他只牛逼了一下，然后就开始划水了，就是然后就开始划水了。但是我很喜欢这一下，所以我最终在做的时候就硬帮他造了一个叫什么 riff 出来，就硬帮他造了一个连复段出来，一会儿给大家看是怎么帮他造的，然后看看他后边还弹了什么。这段我想起来还是整体划水段落。这是比较，这是最终用上了。听出来了吧？就是这第几条？第4条还是第5条？已经第6条了的中间，也就是说你听听位置，大概就知道它搭的是哪儿了啊。它是在这个段落弹的这个，我是把这一段切出来，直接放到开头去了，放到那个整首歌的开头去了。对，反正大概就是你能非常明确的听出他的就是现听段落，他一边在想我接下来怎么弹，往下走接下来的那个逻辑，然后与此同时他听见你那个后面放的换段落了，赶紧把那个结尾收了，就是所有的这些这就是即兴采样里注定会遇到的问题啊。我们先来说第3点，就是你在一条录音中一定要保持面无表情。是这样的，由于它是在即兴，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现想的，你给出一个你说我操牛逼这样的时候，完蛋了，它立刻就断，它立刻会断掉，就是因为就是他会瞬间看到你的反应，然后他就往下，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弹了。因为如果他是正常录，比如说我已经写好旋律了，我写好谱子了，发给他 MIDI 谱或者发给他五线谱了，我就发给他的时候，你这个过程中，我操，你随时有点反应，你在外边牛逼怎么样的话，他会照着弹下去的，因为他面前有谱子，他知道自己接下来干啥。往往有时候他会给你一点特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他在即兴的时候，你一定要全程保持面无表情，你的任何的那种激动啊，那个都会给他就是立刻断掉思路，你一定要等到完整的一条录完了。你再给评价啊，这个评价通常都是我操，刚才哪儿特牛逼了，给你听一下，把我一放，就这地儿再来一遍，一般是这样的。对，好，经过了所有的这一通之后呢，最终你会得到一堆风格强烈、充满惊喜、逻辑不清、节奏不稳的录音轨道。然后无论你录了多少轨，然后你把它们导入工程的时候，第一步一定要 solo 单听，你要先进行切片，就是你不要直接把它放进去以后直接就着你其他所有的轨道，比如说这一轨吧，你录完了，然后你就直接就着歌里边开始听了。你大概知道就是他为什么划水了。比如说第64小节的时候，
就是他刚给了一个起始动机，但是我马上进65小节了，你相当于从第65小节才要开始一个新的动机嘛，他相当于提前给了一小节，他后边没法弄了，我这换段落了，然后他该整体划水。你这样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他不错呀，这也很好啊。我看你们的评论里有没有这样的评论？哎呦，你们那个还挺那什么的，没有走向被我嘲笑的那个境遇。就是你如果搭着你的所有底子来听的话，你觉得也不错。但是你要单听的话，你发现里边全是瑕疵，包括啪一下那个悟出了其他的小儿啊什么的，各种手脏的东西都出现了。所以你一定要单独听，你听出最好的段落了，然后把它切出来，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接下来是如何切的了。就是这个工程，凡是在这一块之外的，都是我后来切的，而这一块之里的，你看到的每一个这样的东西，都是我切的一刀，而且这些东西里，往往我还给他们改了调啊。这个应该是刚开始的，这音好像也是，听一下这个。大概知道为什么这么切了，因为他这一段他的弹法是，就是一边弹着这个主旋律，一边带着那个 funk 式的那种扫弦嘛，就是咯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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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要把它中间所有的那个扫弦的部分都切掉，然后位置也稍微移了一下，它的节奏不是很稳，几乎每一个地儿都修了那个节奏，就是很细微的那个节奏点儿，而且你还不能全修的特别对，你要稍微保留有些地儿的 lay back，稍微让它 laid back 一点，它会感觉像那个律动特好，但是就反正这个东西你得自己去感受，然后自己去决定哪些地儿它的瑕疵我保留，哪些地儿得赶紧修过来，哪些地儿你要刻意帮他做出一点瑕疵来，就是根据不同的段落和他那些氛围。反正这一轨应该是应该是硬造的吧，包括这个，但是这一轨我好像是给它加了超大的 delay。对，我如果把这个瓦哈拉把这个 delay 都给关了，这样听的话，它是。这地儿它就弹了一下，然后你给它切成了3下。对，大概就是你需要，就是这东西怎么理解呢？你作为一个 producer，你是为最终这个成品来负责的。我一会儿听的下一轨才过分，就是那个主 solo 那个轨道，这一轨是这样的，就是我把整个这一轨里所有的切片全选一下，然后你看一下它的这个 transpose， 你就知道所有的这些个碎片，我把它们的 pitch 音高从大概减1减2吧，有的减2一直到升12，就相当于我把它的调全改了。整体上是，大面上整体是直接提了一个8度，就升了12个半音。比如说，你看，就是这音，升了12个半音。为什么呢？因为，这段首先他弹得很棒，虽然就是你修整完了以后，他弹得很棒，气质也特棒。
但是它在这个音乐里，我把它设计的段落是最后出现嘛，最后相当于一个惊喜来出现，然后它的频率就太低了，而且呢，往往你把这个音弹到这么高的时候，你想一下你在弹吉他的时候，你的把位就是你的音越高的时候，你的把位往往越高嘛。你在高把位的地方的时候，你比较挤啊，你弹的其实往往没有那么顺溜。就是你是在小范围内，你的手指在快速的移动，而且你也倾向于去演奏那些怎么讲，就是你更容易够到以及不会出错的地儿。你在这个远处，你就这叫什么低把位？对，你在低把位上随意各种弹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富裕。然后你一到高把位的时候，你很紧的时候，你又在那儿这样弹的时候，你往往就是容易出错嘛。而且它那个弦距就是距离那个弦距往往更高一点，所以你弹起来的时候，它那个声音容易很干瘪，就是嘎嘎嘎哒哒哒哒的那种声。然后，但是它在中间弹的时候，它弹的特顺溜，然后你直接给它升一个8度以后呢，它听起来非常的柔顺。就是在高把位上都如此的柔顺，但是如果你让一个吉他手来听，就得分了。有的吉他手就会听，就他可能会琢磨，他说他这个用的什么琴啊？怎么高把位弹那么顺？还有人他就会听出端倪来，他说这不对，这肯定是那个演奏的时候或者后期修的，或者给他过了什么很强的 EQ 之类的。其实 EQ 就做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低切和高切 ，EQ 就这么简单，只是给它暴力的升了一个8度。然后中间呢，因为这一段我给大家这么演示一下啊，你先听一下我最后给它做出来的段落。OK， 这是他开始的样，我们来听一下他原始的演奏是什么样的。就是他没跟上，所以整体是乱的。然后我所做的呢，这个段落完全给它切下来以后，让硬给它造了一个连复段出来，因为它正常它就往下弹了嘛，我就直接把这段让它重复了3遍。但是这3遍你的音量要确保它不一样，就是要做出你看啊，就是你从波形上来看，这一条就完整没动，对吧？这条这儿切了一刀，然后这条这儿切了一刀，然后你看他们这个切的位置也不一样，然后它的波形宽度也不一样，然后这个地儿做的这个就是这个 fade in fade out 也不一样，这就会造成细微的区别。更狠的是，其实我重复了4遍，我到第4条的时候，我把它的第一个音提前，就是我把就是它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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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弹到第4遍的时候，我把它的第一个音就是切出来重复了2遍，让它变成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它之前是这样的，听一下啊。对，我这地儿给他让他重复了2遍，他不是这么弹的，我给他就是硬编进去的。然后接下来他就进入到了完全混乱的阶段，这时候你就要开始帮他硬造了。我大概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了，就是你帮他硬造的啊。我先说一下，我当时在做这一首歌的时候，我提前感知到他的一个问题。每一个乐手都会有自己极致的优点，
以及非常致命的错误，当然也不能叫致命吧，就是风格。然后这个风格呢，这个风格是这样，这个梁子啊，这个梁子它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国产乐手、国内乐手的一个国内吉他手啊，国内吉他手的一个通病。这个通病是什么呢？弹得太满，就是你当他 solo 的时候，他往往可以给你弹得很满，但是他的那个留白不够。就是其实你比如说，你看就弹这一类，那肯定大神就是 Jimi Hendrix 了。Jimi Hendrix 的东西里，他的律动以及他的所谓的范儿，他的那个音乐让你真正爽起来的部分，是他的空白，对吧？就是他的那些空白，那些空的地儿，那些留白，就像你画画里的留白一样，那些地儿是让你的风格出来的地儿。然后国内的乐手其实技术上就是该弹的音啊，该弹的范儿，尤其是到梁子这种级别的乐手，他本身天天磕爵士乐，天天演爵士乐，该弹的他都给得出来。就是梁子已经是我接触的国内非常棒的爵士乐手了，该给的都给得出来，然后天天也跟金佛他们一块玩，所以都没什么差的。但是他依旧会有一个就是留白会很少，所以因为这一段他已经完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弹了，这时候你就可以出手进行强干预了。你强干预的时候呢，就相当于你要给他纯造出一些音来了。比如说你看这儿啊，就是四个，刚才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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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四个小节重复完了以后呢，进入到第5个小节了，就从这儿开始进入第5个小节了。按理说它原本应该是怎么样的？你把位置对齐，应该是对，sorry， 你把位置对齐，应该是对在这儿，然后往下拖，这样。对，应该是这样。那我做了个什么事儿呢？我在他的第一个重拍的时候，就是底鼓棒下的时候，我把他的这个音直接往后移了一个，这个叫什么？一个 bar， 对，一个 bar。这样的话，他的弹的逻辑重音变了。然后就相当于你只通过这一个操作，但是你通过这一个操作以后，代表着后边所有的音你都要相应的给它做一些修剪。你通过这一个操作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呢？在一条里让它有了一种新的律动，对，一种新的这个也不叫节奏型啊，这个就是一种新的律动，然后它就变成了这样。这个音应该是我听一下原始的呀，这个音是我给它又贴出来的，我应该是从这个音里或者这个音里我切出来，我让它这个音重复了一遍。对，应该是因为它这段是完全乱的，它原始的是这样。对，就是它那个原始的，如果我一会儿把鼓点给你加上，你就会听上去非常的，这样吧，我单独 solo 这一轨和底鼓，你就听一下。对吧？就是没有，就是节奏是完全乱掉的，而且因为你前面这儿给它营造了一个律动出来呢，后面一切你都得重新开始编了，然后就弄成了这样。这个是嘎嘎嘎那个，这个第二个嘎是你给它加上的，
然后它原本出现在这儿的这几个音，你就整体给它往后移了。这个地儿我记着它原来的应该是直接接过来的。它是哒哒滴哒哒哒，就是很顺下来的嘛。我给它就改成哒哒哒哒滴哒，就是让它有一个顿，因为你前面给它改了律动了嘛，所以你相当于，但是它此前的律动是原始律动，你相当于要给它加合适的空拍和重音，让它的律动符合你新给它的这个律动。对，然后这地儿我记得是3个音都是给它营造的吧。不难发现他这地儿彻底爆了，就是哒哒哒爆了。原始的其实他弹的是这个音，是这个第一个哒哒，然后是再听一下弹的是哒哒哒哒，像这样，然后我给他把这个音切出来，到这个音的时候我就没有再。到这应该是从哪个音开始，我就没有再升12个半音啊。从这个音开始，就是我给它重新切律动开始，回到了降了12个半音，因为在它原始的录音里，这儿它其实是往高里弹的，但是我让这一段降下来，然后这几个音从这儿切了个音，这个音降了3个半音。这个音又是回来的，所以它的最终就变成了，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感觉，这3个音就是有点要走那个，就是叫什么 triplet， 3连音的那种感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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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后边就接起来了，后边就接起来。对，后边就没啥大问题了。后边好像，这个音好像也是接出来的吧？我听听没问题。这个音应该是我看一下就是把它往前移了好多。它原始弹的是，就是因为你看你前面往下说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停顿就。虽然我之前在拼命的给它加停顿，但这个地儿如果你给停顿的话，它的力量就提前被卸到这儿了，就相当于你在这儿有力量的话，大家预期的是再下一个有力量嘛，所以但是你往后还早呢，你最终的着力点是在这儿，所以我就把这个地方的空间给它往前移了。对，哒哒滴哒哒哒滴哒，然后就让它快点儿，哒哒哒哒哒哒，然后落到最后，这个音好像也是剪过来的吧？对，对，就是它弹到这儿就没了，听啊，哒哒哒哒，它没音了，它就弹到这儿就完。它好像弹到这儿就完了吧？反正这2块是我帮他找回来，这个音我从哪儿找的？我往前拖一下，看看我这个音是从哪儿找出来的。他弹了个哒哒，但不行，因为我最后这儿有一个镲片是在哒哒，是在恰恰。对，所以这个就切出了这个来，好像是另外一条类的，我记得。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段落就变成这样了，然后包括这个，反正你看颜色不一样的，就是完全从另外一轨里捞过来的，颜色一样的，就是在异轨里进行反复的切割。然后像这种切割，就是每一个音，你看这什么+3啊什么的之类的，就是我记得好像什么4.56，有一些这应该就是集中往上提了的。
有一些你觉得稍微有点别扭的，你要人工做力度了，就得就得手动加一下，比如说像这种音加了个9.63 dB 呢，就显著，因为它是一个新段落的起始点嘛，听一下啊。对，就是它要连接这个起始点嘛，所以它这儿肯定是得，音量是要让它显著一点。这儿有这么一个技巧，这儿的看这个 delay， 前面的声都是这样的。哦，我想说一下我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啊，就是其实你完全关掉这个混响和 delay 是可以的，但是我是一直觉得这个地儿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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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弹的有点肉，这个肉是说有点软，这个操，这个软是说就是反正操，陷入了，他就是弹的不是那种那个谁啊 Nile Rodgers 对吧？你看 Nile Rodgers 给那个谁给那个 Daft Punk 弹的时候，他脆的，他是有那个那一下就是那个 attack 那一下特猛。然后这一段呢，他弹的应该是我们录到中间的时候他弹的，他已经特别累了。然后我就觉得，但是这段是最合适的，它有点肉。那这种纯扫弦呢，你有2种思路来认知它。第一种思路就是传统的，就是节奏吉他嘛，对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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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认知。但是还有一个认知是，我把这一段的哒哒哒哒哒，就把它作为一个节奏的东西的时候，我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它，我把它当成一个铺底的 pad。也就是说，它承载的是一个出和弦的功能，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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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可以的，就是用一个 Valhalla Room 把它的那个 decay time 提得非常长，然后让它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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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这样演也可以。但是我最后选用的方法是我看我这儿加了个 delay， 然后我用了 ping pong， 就是它左右声道。然后我把这个 rate 调得很低，然后 filter 提到了48，然后只让它进行这一段的左右，它听起来就这样。就是它比起那种它现在就是感觉像是左右就感觉有好多下，弹了好多下，其实它就是只弹了这2下，然后就一直走这种大氛围的，一直走到这儿的时候。看这个 automation， 我把这个 delay 给关了，就是到这儿的时候，它前面一直有，然后我到这儿关了，因为最后这一下进新段落了，它就不需要再走它了。我操，我今天好像纯讲这段已经讲了快1个小时了，我赶紧那个，最后再差不多完整听一下啊，这儿还好看这个点，这个点是这儿这个做了一个，一开始是想。歌一进的时候就有它，但是我看我这儿画了个 automation， 直接把前面关了。就是我前面，因为我特喜欢这几个声，有一轨叫 biu biu biu， 我特喜欢这声，因为这轨是这么做的，就是用了一个那个，这是Ableton Live 里不是有那个 Max for Live 里有 kick 的各种原声的嘛，就找了几个音。然后做的时候呢，你看这儿有成堆的 LFO， 这是在干嘛呢？我把它每一个音，你看啊，它是不是在自己在这儿颤动 ？Pitch 在颤动，这是 pitch 在颤动 ，pitch cut off， 这个是它的那个频率啊，是在干嘛呢？就是每一个都给它做一个，让它自己在来回动，这样。它实际上每一下出来的声都会有轻微的不同，如果你特别那个什么的话，你可以挂1000个都没问题，你就往后挂，然后把它挂在这儿，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技巧啊。但是在这个地儿体现的不明显，因为我把它都做得很快。有一个特别好用的方式是怎么样呢？比如说你在写一个 pad 的时候，你把这个LFO 你把它调得很慢，它那个声就会出现那种哇哦，或者是哇哦，就它容易会那样去变。然后我这个地儿用了一个鼓组的采样，
这鼓组的采样也可以，你看也是切的乱七八糟的。我当时用这个鼓组，我一开始的是没有写这个鼓组的，因为弹出来以后的范儿呢是比较 funk 嘛，所以就这么一段。这一段的全部的声是这样的，听一下，就这么简单，咚咚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把它切成了这样。你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你把这一小段呢放到一个 sampler 里，然后进行切片切出来，然后你再用你的 MIDI 键盘，就是比如说你切出来，你把这个去 map 到咚咚哒，然后你再这样弹。但是如果你的思路非常清晰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用 audio 直接切了。你像我这种，就是你明确的知道在哪些地儿，这些地儿肯定就要帮它改律动了的，就是帮它改点儿了，咚咚哒咚咚咚咚咚之类的这种。这就很明显的，你就根本不用放 sampler， 直接来就好了。这个前面是我把它中间所有打小镲的地方，好像只留了一个，听一下。对，就是它本来是咚咚哒的，就是各种那个小镲特零碎，我就只保留了那一下，滋那一下，就是那个 open hi-hat 变 close hi-hat 那个滋，close hi-hat 变 open hi-hat 那一下。然后在它所有的这一个 bar 的连接处的时候，把它的这个，对，因为它本来就是咚咚哒嘛，然后你就把它改成哒哒哒，就多给它加几下军鼓。然后，但是我的主的底鼓呢，我刚才讲 biu biu 忘了，就是 biu biu 就是我前面纯留了一个纯氛围，就为了让自己多听一会儿 biu biu， 然后底下有个合成器。这是第一个吉他走进来的时候，其实是把它频率切到只有这么一点儿，然后听起来就很做旧的感觉，对。然后好像再用了那个加了一个 Neutron 2的一个那个什么，就是类似于单轨的一些效果器的组合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完了，那个我原本设计的就是进入到主歌以后的第二段，我才把原本设计在 intro 里的音放出来。因为你通常你听完这儿以后，你期待的是吉他应该全进了，结果我这儿就完全把吉他给你 mute 掉。其实整个专辑里的每一首歌，我基本都在走一个刻意避开你提前的预知和你的听歌经验的东西。就是你以你的听歌经验，你觉得这样走完了以后，接下来应该怎么走了，它就绝对没那么走。感觉接下来其实应该是吉他开始走起来，结果我只有贝斯。贝斯是用了一个303的音色，然后用了一个方波，我记得是，一个方波。然后这就是这轨吉他，我把它的这个 Newton 2，我没用它的这个效果器，我用了 Ableton Live 原生的这个放大器，然后用 Blues， 然后把它的 Bass 给它调一下，然后其实 Middle 跟 Treble 都给调小了一点点，用它来干嘛呢的？让它出一些脏的那种声。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干声我调到只有-3.4，这个 change 是一个。这个链是一个那个混响的链，让它混响都稍微大一点，对。然后，因为我没有那种 Daft Punk 那种审美，因为 Daft Punk 喜欢那个声音都比较集中一点，就是它的贝斯跟吉他。我是其实喜欢在贝斯跟吉他上稍微那个远一点，然后我希望更在中间的是我的底鼓，就这个。对，你听到爆是因为它会在有 snare 的时候爆掉，就是因为我做了 side chain， 但就是你正常合下来听的时候就没有了。大概就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小技术点，这儿听一下这个段落。
这一段啊，就是明显是在干嘛呢？这段就是听啊，单听这轨啊。首先你要确保你戴耳机了，如果这一段你没戴耳机的话，你应该啥也听不见。如果你戴耳机的话，这应该挺顶的，呜呜呜呜呜。说啥呢？然后呢？对 sub bass，然后呢，这个 sub bass 其实做的非常的简单，怎么做的呢？就是你还记着咱们上一期做噪音的时候用的那个 operator，就是一个 operator 单轨，啥都没有，一个 sine wave 波形，简单的就是把 attack 画了128毫秒，因为它前面会有一个低谷嘛。然后 sine wave，然后频率切到大概500左右，然后 ratio 稍微起来了一点，然后这边 EQ 切了一下频率，没了啊。然后还有3个压缩和一个 limit， 这3个压缩主要是做避让用的。然后这一段把它弄起来的时候呢，你会听到有这个。这个做氛围的音我特别喜欢，而且还额外给了它了那个16个 bar，16个小节。这个音是怎么来的？你看到它是个采样啊，这个采样是怎么采的呢？特简单，听这一段。听出来了吧？就是这个303，我给它加了一个 echo 嘛，就上次讲那个 echo， 然后它最后的这个音啊，哒哒哒哒，看一下啊。我现在是 solo 着，最后这个音是他发出来的，因为看一下啊，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把它的 cut off， 就是它的相当于它的那个 filter， 它那个频率一下提上来了，也就是说他在演奏结束的时候，他的那个还被 echo 掩着的那个尾音一下频率上去了。他就从一个低音贝斯，哇，然后我出了挖音了，我就把这个挖音开了一个轨道，把它给录下来，就录出了这个声来。然后录出这个声来以后呢，你就把它调制一下，然后就开始这个原始的这个声4度，不是升4个半音，升7个半音。升4个半音，不变，升4个半音，然后一直到然后这个升7个半音，最后这个升9个半音，哎，就相当于你做了一轨氛围的，你叫它 pad 也好，你叫它什么也好，其实是通过一个录它这儿的这个一个 cut off 的提升出来的这么一个声。大概就这样然后鼓组的地儿就是它，对，就是反正就找了一个，应该是 Netkin， 我记得这应该是 Max for Loud 他们自带的某一种鼓组的音色。然后我就重新编出了这一套来。这一套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俩音，得噔。其实我这首歌最开始我就是冲着这俩音开始编出了整首歌，我就特别喜欢这个的噔这俩音，对，然后就开始编出了整首歌。OK， 这首歌大概就是这样，还可能很多细节没讲到位，但是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这个。你在进行即兴采样的时候，这是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就是你大概要注意的就是这4点。第一个就是
你在录音之前不要只给傻，就是比如说只有 BPM 什么，或者你只有一个鼓，你一定要给它和声，给它节奏。这样的话，比如说你要录贝斯，你可以有一个鼓组，然后加一轨 pad 或者合成器啊，或者钢琴什么的，这样你的节奏也有了，和声也有了，然后他录贝斯的时候，他有可能给你新的律动。对吧？你如果录钢琴的话，那你可以有一个鼓组，然后还有一个贝斯，这样他就知道啊，就是因为乐手之间也会互相避让的嘛。这样你录出来的时候，它的那个完成度会稍微高一点。然后它不够好的地方呢，你可以去秀你其他的部分；它足够好的地方呢，你可以把你以前，但是它足够好，但是它可能给你打架了，你就修改你的部分。然后第二个就是提前录好一个动机1-4小节，这个就是为了防止乐手一下懵逼，因为他100%会懵逼。就是你给他一个1到4小节，他就会接着往下了，因为即兴录音嘛，他往往会就一下想法太多，就瞬间就是宕机了。他那个懵逼其实是一种宕机，脑子里想法太多了。然后第三个就是一条录音中保持面无表情，对。然后最后就是你一定要拿过来以后进行海量的重切片，重新给它设计段落，重新给它就是改音啊，做这个做那个所有的。对，大概这就是即兴采样的要点和难点。说起来挺酷的啊，因为你可以在宣传稿里说啊，我使用了即兴录音，怎么样，这是一种特先进的，怎么样。实际上，我操，你做起来累到要死。这首歌是我这张专辑里，我这张专辑9首歌，我的喜好度这首大概也就排第7或者第8吧。我其实不太喜欢这首歌，因为我明显做了其他更好的歌，但是这首歌的耗时是最长的呀，大概就这样。OK， 我们开始聊天了啊。我可以把我可以把那个给调大一点了。好，进入到今天的第2个环节，瞎聊天儿。对，采样切片巨累，非常累。其实它这种累呢，它更多的不是那种重复性的累，而是你有太多选择了，你有太多选择可以把它这个段落改成另外一个方向，然后你要不停的去做选择，而且往往就是，好多时候它有一些特好的地儿，但是它录音会有一些大失误，你为了避过去的时候，这个东西往往就丧失掉了。我再喝一个绿茶，对，就是那种卖奶茶的店，你不要奶，就啥也不要，只要纯茶那种。有咖啡啊，咖啡在这儿呢，但是我今天喝咖啡有点多了。来吧，随便聊吧，随便聊什么都行。我们今天把那个聊天的时间缩短一点吧，因为我没想到，聊这个本来说我尽量20分钟搞定，结果一下聊了1个小时。最新出的 Massive X 没有，但是好像 Basic 在用吧？哎，我想想 Basic，Basic 在用，对 Basic 在用，对他给我那个强推，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说我可以再等等。脸再放大一点，已经挺大了，这样差不多了吧？我会遮这个画面跟工程吧，但是哎呀，我自己没办法看到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他是在 NR 上班吗？我不知道他对外说了吗贝瑟这会儿肯定在看，因为上一期特逗，我不是一直在调那个什么吗？调那个音频吗？就是捕捉不到我的那个桌面放的声吗？然后，但是我微信一直没开，然后我播完了以后了，我打开微信，我发现 Basic 在那儿给我发，怎么着，把这个 MIDI 什么打开什么的，对，他在给我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然后我就说你赶紧来录啊，咱们一块录一期，然后 Basic 立刻陷入了他标志性的那个社交焦虑，哇，他敢说我最近胖了，怎么样？我说我靠，我最近也胖了，我最近胖了10多斤呢。
然后贝斯克就开始说：“哎呀，我还有其他各种工作呀，怎么样？”就是我说没事儿，你可以那个不露脸。对，我记得那个，我记得那个录《恶毒良秀》的时候，Basic 做音乐嘉宾那期，我们那节目不是一个访谈嘉宾加一个音乐嘉宾嘛？但是我一定要给音乐嘉宾有访谈的环节嘛，因为你纯音乐的话，绝大多数人老百姓不听音乐嘛，你还是得聊天儿，所以我当时就强制要求音乐嘉宾也必须要接受访谈，给一个更好的一个宣传的机会。然后 Basic 的就坚决不参加访谈，他是我们那一季里唯一一个没有参加访谈的音乐嘉宾。我就说那正好你可以放个7分钟的，就放了一个特长的一个 set。那期也不想播啊，对，没播，好像就第6期之后吧，就没再播了吧？第5期还是第6期之后就没再播了。嗯，有一天写音乐剧，哎，音乐剧，我知道之前有一个音乐剧叫那个《放牛班的春天》，就是他根据电影改的那个。我正好前一阵儿机缘巧合吧，就把他那个中间的那个他所有的那个唱段都给扒了一下，就他的整个的那个编曲，它是一个4部和声嘛，他那个4部和声扒下来其实挺费劲的。其实他那个和声写的他就是完全把小孩当成弦乐团在写，因为那个即便是一小孩那么高的嗓子的调，那些小孩唱着都巨费劲。我和邓科断交后，线下有见过面吗？我为什么要见他呢？对啊，直播的时候会聊篮球吗？篮球那个没太爱看，就是也没有语境吧。就是最近还那个叫什么常规赛还没开始，而且我现在也只关注凯尔特人，所以但凯尔特人夏季的这个新的这个 Grant Williams 这个新的大前锋这个新秀啊，是得注意，就是注意一下他未来的那个成就会很好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 team player，非常好的团队成员。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就是如此成熟、如此有领袖气质的这么团队的这么一个团队成员。上一个这样的人可能是那个谁，一个叫杜德利，对吧？之前在太阳打了很多年，那个杜德利，他们也是我们波士顿大学的。杜德利是一个，然后再往上就是那个谁，巴蒂尔，轩巴蒂尔，火箭的那个，就是那种级别的团队成员，是非常顶级的团队成员，那个可以稍微关注一下。然后我们还有那个 Taco Fall，多棒啊，2米30多，就是踮脚扣篮。看墨姐微博看一下，我微博怎么了？我朋友的微博怎么了？剃光头留大乱小伙子就不显胖了，扯吗？光头抽不住，头型不好看啊。差不多了吧，不聊了吧？那个发型难打理吗？这个发型就一招，就是不要打理。我好像从初中开始就没有打理过，就是让它乱着，然后扎起来。你扎2圈的话，就是一个这样出来；扎3圈的话，就是一小揪揪。就是大概就是怎么样。钱正浩的歌没有听，对，好像也是一个偶像吧。现场杀手今年没有现场，我不是说了吗？我一年只进行1次现场演出，等明年吧。啊，你16年投了梁文秀的简历，是投的编剧的简历是吗？梁博的歌也没有听过，选秀节目里唱的时候听过，然后差不多了吧？我们可以进行这一周的音乐推荐。这一周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周。我操，别老让偶像占据我的这个直播间。你要知道，那个这是一个，对吧？我给你们分享这么硬核的技术，这么硬核的音乐，结果你们给我
跟我在这儿聊聊偶像，真的，我用曾宇的一句话送给你们，就是你们真的降低了这个事儿的气质。嗯，对。然后我们分享那个专辑，这周呢是一个很常规的一周。对于听音乐的我的状态来说，就是你没有听到特别让自己惊喜的专辑。但是有一张 EP 还不错，就是这张 EP。Floating Points 的 Last Bloom 两首歌都非常非常好，我们就开始听吧。哦，对，我要解释一下，就是不是在 YouTube 上有那个这个节目的回放吗？就是脱水版的，然后这个环节像这种歌是不能播放的，就是因为人家都是有版权的，所以我们就是你想听到的话，就在虎牙看。组的用法是这样的。你有很多种达到这种感觉的这种做法，基本上它的核心的要素都是先通过 gain 也好，utility 也好，无论什么东西也好，把响度提到很大，然后加一个压缩，然后演示一下啊，随便一个东西啊，比如我们随便拽一个鼓组进来吧。呃呃呃这种吧，因为之前有一些都已经确实已经，就像这种。这种就会做出当然它高频有点多啊，就是它那个刚才那个 floating points 那个它是那个低频和那个什么多一点，它这个是高频多一点，但是整体感觉就是你大概就知道了，就是反正你先把它的响度推到无限高，然后上一个 limit，然后它出来声音就是全都是爆掉的那种声音，然后你再整体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比如说你用 ceiling 也好，还是你把它整体做下来以后，你再就是你尤其是像这种改动啊。一定要再上一个 EQ，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前面经过这番改动以后，你讲究点了，尤其是你做最后一轮混音的时候，post EQ 嘛，就是你前面你就加了各种效果器，这个那个，最后然后一轨弄完了以后，你最后一定要记得最后再加个 EQ，再那个把最终你做完各种效果以后的那个再修一遍，因为你添加的每一个效果，每一个效果器都在改变你的频率，所以你最后再加一个 EQ。但是这个流程一般是你最终一轮混音的时候才会做的，就是一些非常的技术性的东西了。我记得把这删了，要不又忘了。接着听，接着听，接着听。
是一个比较平滑的线，基本上就是你听一下，这个轨，其实它加了个什么东西？它加了这个。你看我这个 AutoPen 是画的左右非常快的，听一下，听这点啊，能听出来吗？左右，它那个左右呢，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它的这个 rate 给调的非常的小，大概是这样，然后它就会平滑的、平滑的从左到右。我这个我要的是这非常非常暴躁的，因为到歌的最后了嘛，让它燥起来。这就是这个线，而且还有你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就是你在左右位置里的滑动的那个范围。如果你的歌，我记得上期好像讲过这点，就如果你的歌是针对主要是耳机用户还有大功率音箱用户的话，其实这些地方你调的过分点没问题啊。如果你是在一些那种就是 mono 甚至单声道的一些场景里，比如广告牌子上啊，然后还有什么那种综艺节目里做的话，你稍微把它往中间放，因为它那个有可能它单声道的话，它那个左右会被，就是你太偏左太偏右的地方，它就响度会一下降下去，就听着有点怪。这就是这个 Auto Pen 的它的这个 Hi-Hat 的 Auto Pen。
就感觉你就这辈子就这一次机会听这歌了，不至于。好，我们下一首。我对 Adele 那张专辑还比较期待了，就是我希望他能给流行乐团里带来一点新东西吧，因为我听说到专门贝斯的这种要 Adele 要唱的话，我一下我就觉着有戏啊。
还有啥？还有啥？啊，那个什么，那 drum and bass，drum and bass，你可以听一个组合叫 DC Bricks。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听他们，他们就是特别的，他不是英国的那种 drum and bass，他们就是特猛，就是傻猛傻猛的。但是你听 drum and bass 有一个好处，你会发现那些编的比较好的人啊，他的就是节奏和律动编的比较好的人，他一开始都是听 drum and bass 或者做 drum and bass。比如说你看 Basic，他一开始也是做 drum and bass，对吧？就是 drum and bass 能打好你的节奏和律动的基本功，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的时间到了，我不能超过1个半小时。OK，我们这期先这样，我们下期接着聊。OK，拜拜。